那天我亲眼看见韩耀杀人，也是那一天，我知道自己不能爱他，不是在战场，不是在朝堂，而是在我面前。雪很大，我被按跪在王府外院，手腕被绳索勒得发麻，血溅在雪上，热的很快又被冻住。那人被拖到我面前时，我还认得他，是前一夜替我送药的内侍。我喉咙发紧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刀已经落下，头颅滚到我脚边，我整个人僵住。韩耀站在雪中，黑衣未乱，长刀垂在手侧，血一滴一滴落下。看清楚了吗？他低声问。我抬头，声音发颤，为什么？韩耀垂眸看我，眼神冷得不像人。因为他多看了你一眼。我一怔，就因为这样？韩耀笑了，那笑很淡，却让人从脊背一路冷到脚底。不然呢？他走近我，捏住我的下巴，逼我抬头。记住，他声音低沉，贴着我耳侧，在我身边，谁敢对你动心，谁就得死。刀尖贴上我喉侧，冰冷刺骨。我终于问出口，韩耀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他看着我，沉默了一瞬，那一瞬短得几乎抓不住。下一刻，他冷冷开口，一条命，一条，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收走的命。还要下令清了我全族，父母、兄长、旁支、仆役，一个不留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被留在了王府，不是客，不是妾，是活着的证据。只要我还在，那一夜的血就永远有人记得。他是故意要我恨，因为只要我恨他，才能让我不去爱他。雪地那一日后，我再没有哭过，不哭，不闹，不质问，像是那颗心被人当场剜走，只剩下一个空壳。韩耀很快察觉了，他不喜欢我这样。那日傍晚，我被召去主院，店门一推开，我便闻到一股陌生的脂粉香。烛火明亮，榻边坐着一名女子，她穿着浅色薄纱，眉眼低垂，鬓边别着一只白玉簪。那一瞬间，我呼吸一滞，她的眉眼与我有3分相似，不是像的一模一样，却刚好像在她看我的那个角度。过来，韩耀淡淡开口。我走近，跪下行礼。那女子侧过头，看了我一眼，轻声笑了。王爷，她柔声道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。韩耀嗯了一声。不像吗？他反问。那女子仔细看了我一会儿，笑得更深了些。不像，她说，他看起来没什么意思。我没有反应，没有愤怒，没有难堪，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。这份平静反而让店内安静了一瞬。韩耀的目光终于落在我身上。你没话说？他问。我抬眼，语气平淡。王爷要什么样的人，与我无关。那句话落下时，我清楚地看见他眼底的冷意裂了一下。韩耀忽然站起身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很近，近到那女子的视线都变得意味深长。抬头，他命令。我抬头，眼神空得不像话。韩耀盯着我，眉头慢慢皱起。你不在乎？他低声问。我没有回答，因为是真的不在乎了。下一瞬，他忽然伸手扣住我的手腕，力道不轻。我被他拉近一步，几乎撞进他怀里。那女子一怔。王爷，他出声。韩耀却没有回头，他的手臂忽然收紧，把我整个人拉进怀里。不是温柔的拥抱，而是近乎确认的扣紧。我的脸撞上他的胸口，呼吸一乱。他低下头，额头几乎贴上我的，距离近到只要再往前1寸就会越界。店内死一般安静，那女子僵在原地，脸色慢慢变了。我没有挣扎，甚至没有抬手，只是站在那里被他抱着。这份没有反应让他的动作僵了一瞬。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跳乱了。你为什么不动？他低声问，声音已经不稳。我抬眼看着他，轻声回了一句，你不是说他比较像吗？这一句话直接让他失控。他的手臂猛地收紧，力道重到连那女子都忍不住后退了一步。下一瞬，他却像被自己吓到一样，
猛地松开我。韩耀转过身，声音冷得像刀：“带他走。”那女子愣住。王爷，现在，他打断。很快，店内只剩下我们两人。烛火晃了一下，他站在那里，背对着我，肩线绷得极紧。滚出去，他低声说。我转身离开，走到门口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句：“别再这样看我。”不是命令，像警告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那个女子不是用来取代我的，她是用来证明我不可替代，而这个事实比恨她更危险。那场夜雨之后，我病倒了，不是立刻，而是隔了2日，像是身体终于反应过来，那一晚被抱住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我最后一点力气。我高烧不退，喉咙干裂，呼吸时胸腔发痛。婢女急得在门外跪了一夜，却始终没有人敢进来，因为韩耀没有发话。第3日清晨，我被抬去主院，不是因为关心，而是因为我若死了，得有人确认。我躺在偏殿的榻上，视线模糊，只看见烛火晃动。太医低声禀报：“寒邪入肺，再拖下去，怕是够了。”韩耀打断。我听见他的声音，却没有力气睁眼。救不救？有人问。殿内静了一瞬，然后我听见他淡淡的一句：“不值得。”那2个字比任何病痛都重。我忽然觉得，或许就这样死了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夜里，我醒了一次，屋内很暗，却有人站在床边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动作。我知道是他，因为那气息我太熟了。我没有睁眼，因为我怕只要一睁眼，他就会消失。天亮时，我还活着，枕边多了一瓶药，没有标记，没有解释，却是太医昨日说过不值得用的那一味。我握着药瓶，指尖发凉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韩耀不是不救我，他只是不允许自己站在我面前救我，而这样的冷比直接让我死更狠。病好之后，我被重新调回主院，韩耀没有解释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只有我知道，那场病是他给自己的惩罚。我仍旧试过一次，只是一次。夜深时，我替他送药，袖中藏着细针，那针很小，药性不烈，更像是一次试探。我靠近时，他忽然抬眼：“你在等我发现？”他淡淡问。我没有否认。韩耀伸手扣住我的手腕，力道不重，却不容挣脱。这一次，他低声说：“你不够狠。”他松手，没有追究，没有处罚，像是这件事本就在他预料之中。真正失控的是那杯茶。那日午后，他召我入内，桌上放着一盏茶，热气未散。喝，他命令。我看了那茶一眼，我闻得出来里面有毒，不致命，却足以让人心跳紊乱，意识失衡。我抬眼看他：“你想是我？”我问。韩耀没有回答，只端起那盏茶，走到我面前。喝，他重复了一次。我接过，没有犹豫。茶入口的一瞬间，苦意在舌尖炸开。我还没来得及咽下，手腕忽然被他扣住。下一刻，天旋地转，我被他拉近。茶水在我口中未散，他却低下头。唇覆上来的那一瞬，我整个人僵住。那不是温柔的吻，更不是计算好的，是完全失控的动作。他的唇压下来，带着茶的苦味，也带着他一瞬间乱掉的呼吸。那毒被他用口渡了过来，毫无预警，毫无理智。我睁大眼睛，看见他近在咫尺的神情。那一刻，他是慌的，不是疯，是慌。下一瞬，他猛地退开，快得像是被烫到。茶盏摔在地上，碎裂声在店内格外清晰。他转过身，背对着我，肩线绷得极紧。滚出去，他低声说，声音哑得不像他。我站在原地，唇上仍残留着那股苦味，也残留着他刚才那一瞬来不及藏好的颤。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韩耀不是不怕毒，他是怕自己在碰到我时会忘了那是不是毒。
我离开主院时，天色正暗。走到廊下，我听见身后传来他极低的一句：“别再是我。”那不是警告，是他最后能给自己的底线。而我知道，那杯毒茶不是为了是我，是为了是他自己。而他输得彻底。我不是一点一点想明白的，是某一刻忽然就懂了。那天我替他收拾书案，灯火很暗，风从窗缝里灌进来，纸页翻动的声音格外清晰。我看见那张纸，很薄，被折得很旧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，字迹极轻，像是反复写给自己看的。他只要恨我一天，就能多活一天。我站在原地，很久没有动。那一瞬间，之前所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忽然都有了答案。那个与我相似的女子，那场失控的拥抱，那杯有毒的茶，和那个不该发生的吻，都不是冲动，是他在一步一步把自己往后退，退到我不会再回头的位置。我没有哭，也没有去找他，只是把那张纸原样放回去。夜里下雨了，雨声很大，打在屋檐上，像是敲在心口。我坐在灯下，没有点灯，直到半夜，婢女低声说了一句：“王爷在外头。”我一怔，站在廊下，她补了一句：“没有进来。”我走到窗前，隔着雨幕，我看见那道熟悉的身影。他站在院中，没有撑伞，雨水顺着衣襟往下淌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像是在等什么，又像是在受罚。我忽然明白了，他知道了，知道我已经懂了，所以他没有进来，没有解释，没有靠近，甚至没有看向我的窗。那一夜，雨没有停，他也没有动。我站在窗后，看着那道身影，一直站到天亮。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场雨，却谁都没有跨过去。天色泛白时，他终于转身离开，步伐很稳，像是什么都已经决定好了。那一刻，我心口忽然一沉，不是因为痛，而是因为我很清楚，他已经不打算走到明天了。谢相伏诛的消息是在黄昏时传来的，朝堂动荡，清算名单一条条落下。轮到韩耀，只用了3行字：摄政王韩耀，明日午时问斩。没有多余的理由，也不需要。我站在廊下，看着传旨内侍离开，夜色像水一样漫上来。那一刻，我没有慌，因为我很清楚，这一天他早就算好了。夜深时，我被召进主院，雨刚停，地上还湿着。他站在殿中，背对着我，衣角未干，像是刚从外头回来。我一眼就知道他已经站过那一夜。听见脚步声，他没有回头。你不该来，他说，语气很稳，稳得不像一个即将赴死的人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走近，一步一步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我们之间那条早就画好的在线。你都知道了，他忽然开口，不是疑问。我停下来。是，我说。殿内很静，静到我能听见他呼吸的变化。那一瞬间，他的肩线极轻微地塌了一下，只一下，快得像错觉。那就更不该来，他低声说。我抬眼看他，可我还是来了。这一句话落下的瞬间，他终于转过身。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完全来不及藏的情绪。他看着我，目光沉得可怕，像是要把我整个人刻进眼底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他问。我没有退。我知道他做了什么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我恨他。我知道那场雨，那杯毒茶，每一次越界都是告别。我也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。下一瞬，直接伸手把我拉进怀里，力道很重，重到像是要把我整个人按进他的胸腔里。我撞上去的那一刻，呼吸全乱了。他的手扣在我背上，指节收紧，没有半分余地。我没有推开他，反而抬手抓住了他的衣襟。这个动作让他整个人僵住。下一瞬，他低下头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克制。他的唇压下来时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那不是索取，是确认。
确认我在，确认我懂，确认这是最后一次。这个吻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深，没有急，却急狠，像是要把所有不能说的话全数压进这一刻。他的呼吸一开始很乱，后来慢慢沉下来，却始终没有放开我，像是只要一松手，就再也没有机会。我没有躲，也没有回应得太温柔，只是承受，也给了他同样的重量。因为我知道这不是开始，是结束。很久之后，他才放开我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呼吸贴得极近。记住，他低声说，声音哑得不像话。我不是你该爱的人。我看着他，没有否认，只是轻声说了一句，可我已经爱上了。那一瞬间，他彻底失控，不是在吻我，而是猛地把我推开，像是被这句话烫到。他后退一步，眼神重新冷下来，却再也不敢看我。够了，他说，你该恨我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追，因为我知道他此刻还能站在这里，靠的就是这份恨。我转身离开，走到门口时，我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只是低声说，韩耀。他没有应，可我知道他在听。明天我会恨你，我说，但今晚我会记得你。3个月后，江南小城，雨后的空气带着药草的苦香。我在后院翻晒药材，指尖被晒得发热。脚步声响起时，我没有回头，那声音太熟了，熟到哪怕隔着3年生死，我也不会认错。下一瞬，一股力道猛地从身后袭来，我整个人被狠狠拉进一个怀里，那力气大得近乎失控，像是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。他的手扣在我背上，指节收紧，几乎要嵌进骨头里。我撞进他胸口，呼吸瞬间乱了，药草散落一地。我还没来得及出声，下巴便被猛地抬起，他的气息压下来，不是试探，不是靠近，是直接压住。唇附上来的那一瞬，我脑中一片空白。这个吻没有温柔，没有节奏，甚至带着一点近乎粗暴的掠夺，像是要确认什么，又像是要把所有压抑过的东西一次性夺回来。我被迫仰头，后背贴着他的胸膛，退无可退。他的呼吸乱得不像话，整个人都在颤。我终于回过神，用力推了他一下，没推开，他反而扣得更紧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感觉到，他不是不疯，他只是把所有风都留到现在，直到我真的站在他面前。他终于放开我一些，却仍旧没让我退开。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呼吸灼热，却一句话都没有。没有你怎么在这？没有我没死，甚至没有名字，像是说话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抬眼看他，他瘦了，眼神却比从前更沉。那里面没有解释，没有后悔，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确认。你还在？我伸手按住他的胸口，他浑身一震，却没有躲。我低声说了一句，你不是说不值得我回头吗？这一次他终于开口，声音低哑得不像人。我没回头，他看着我，一字一句，是你走到我面前。下一瞬，他再次低头，这一次比刚才更狠，不是索取，是宣告。很久之后，他才松开我，手仍旧扣着，没有放，像是只要一放，我就会不见。我没有再推他，只平静地说了一句，韩耀。他呼吸一滞，你要是再替我去死一次。我顿住，他抬眼死死盯着我。我继续说完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忽然笑了，那笑低沉又哑，像是终于输得彻底。好，只有一个字。那一刻我知道他不会再走了，不是因为被原谅，而是因为这一次是我站在这里。各位茶客，欢迎在讨论区留言讨论剧情。